生不出来的小 baby 可以生出来。我的妈妈是胚胎师。我的妈妈是胚胎师。我现在在民权系，我大概在国政就到了。妈妈，我拍你耶！你现在很棒。身体里有一张地图，你会从这里游出来。妈妈身体有一张地图，你会从这里游进去，就会找到卵子。小 baby 生出来，真的很棒啊！卵子可爱啊，来，卵子在这里，住在妈妈的这里，然后它就开始化胚胎了。你看，一个细胞，两个 2PN stage， 然后8个细胞，你看就进去了。你看，你丑。No 我完蛋了，他会画出一个很丑的妈妈来。我是黄永玲，我35岁，我是一名胚胎师。我觉得说不辛苦是骗人的，可是随着孩子年纪的长大，其实好像会忘记。看一下竹子嘛。对，会忘记他当初有多辛苦，就是生小孩的时候有没有多痛，我也忘了。然后也忘记他1-2个月以内的时候，每个晚上要起来3-4次。当他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忘记。以他可爱的程度来讲，会蛮容易就淡忘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妈妈生存的本能。妈妈这样很像啊。很像哎，要着色来。如果把医生跟病人当成牛郎跟织女的话，我们就像搭起鹊桥的喜鹊一样。我们或许不是每年都出现，时时刻刻都出现，但我们在他最后需要培养胚胎关键时刻的时候出现，搭起这个鹊桥，让他们达成他们的目的。胚胎师的角色其实相当的幕后，我觉得很少患者可以在第一次看诊或前几次看诊的时候都能够看到胚胎师，大家只有在植入的时候看得到。我觉得可以一起共事的伙伴都要有一个很相似的个性，在胚胎师伙伴当中沟通非常的重要，然后能够互相体谅也非常的重要，默契也非常的重要。仪容学姐啊，她可能就是做事很可靠啊，经验也很老道啊，她都可以适时的给我们这些学弟妹一些很好的建议。那像新生代的佩玲啊，她可能就是思考的很全面，学习的也很快，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视野，给我们一些新的火花。技术层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多练习，可以克服的。但是在细心、专注跟对于这个胚胎的爱心是很难去传达给后辈的，是要让他们自己去体验到才可以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成为一个胚胎师最困难的地方。需要的临床技能有非常多种，然后每一种都是要到非常熟练以后才可以真正的上战场。很困难的 case， 然后帮他们达成怀孕的这个目标或者梦想的话，会觉得会蛮有成就感。这个工作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因为会每天看胚胎，然后看它成长的过程，然后你会觉得生命真的很奥妙。学姐们都很照，然后呢就很关心我们。因为妈妈过去也是一个不孕症的患者，那她那时候虽然很幸运的就是自然怀孕了，但她其实之前也是寻求过不孕症医师的一些咨询跟建议。拿在手上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但是到最后抱在你手上的时候，就是一个活生生然后温暖的孩子这样子。操作的是一个未来的生命，所以他的压力其实蛮大的。蛮幸运执行长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让我来 TFC 工作，然后这边的学姐们真的人很好，然后实验室的大家也都气氛很好，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蛮开心的。它就是会细胞越来越多，整个球体就会越来越大，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真的很赞叹这个就是生命的奥妙。生下一个健健康康的 baby 的话，这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我们拿到的素材是非常珍贵的，都要更加谨慎。最后成功的让病人怀孕，成功的生下来，这当然是胚胎师一切的目标，也是他最迷人的地方。我觉得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对于临床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就是因为你接触到的是很生命的相关的一些细胞，所以你在操作上面就会心理压力其实是蛮大，你需要很多的练习。当你真的跨出做第一个 case 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疏于练习，是因为更重视这件事情。还有看到漂亮的囊胚，真的是最大的成就感。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蛮有压力的事情，就是我会觉得说，哇，这个
胚胎或是这个卵子交在我手上，不管是人解冻还是其他项目，我都会在做之前深呼吸大概3次，然后才会开始做这个动作，然后让自己更沉稳一点。你一直都很棒哦。我觉得一个良好的合作团队、研究团队来讲，它其实是很愿意共享的。我们现在的团队其实很有这样的特性，我们愿意去分享彼此的所知，找出彼此的缺点，也分享自己的缺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才能够越来越好，彼此共学，他们就可以离成功更不那么辛苦一点。哎呦，很圆呢！哦呦啊！哇！哇，你这个哇，你这个 C 级，你1比了，粉红色。哇！哇，你画完了，停了。你现在你把它画完，我看他们接下来能画什么，赶快画完，你把它画完。我们可以画什么？继续。好，不要问，你问一下那位小姐刚刚画那笔橘子是什么东西？她画了 H。感觉你拿得很稳。哇，林心画，哇，拯救这张图哎！你画不下去，我可以画，对不对？画满它，对不对？啊！画了一双胚胎式的手。哇！